川普跟马斯克两个人黏 TT 黏在一起，但据说啊，最近川普有一点看不顺眼他了哟，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带您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未来是升息还是降息？未来通膨的状况如何？我们应该要怎么投资呢？我们来看一对兄弟，他们的感情如何？好，你要说治愈又在胡说八道了。好，我们来看这对兄弟是谁呢？就是最近啊，你看到这是麻吉好朋友啊，超级黏在一起，快变连体婴的川普跟马斯克。但是他们最近的兄弟情谊有一点点微妙啊。当然在竞选的时候，我需要你，你需要我，对吧？两个人呢，就是鱼帮水，水帮鱼。马斯克成功的把川普推上大位，那以后他就变成红顶商人，还可以进军白宫捞了一个位置坐，听起来很像不错，但问题是啊，马斯克全球首富，他也是有他的原则，他有他的个性。那川普呢，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总统，所以未来这两个人就妙啦。但是呢，川普都还没有正式的就职，两个人的感情就微妙起来了。因为现在啊，坊间已经开始讲马斯克总统，马斯克总统喊得震天响。这句话川普听了很不高兴，到底谁才是总统？虽然你帮了我一把，但是请你弄清楚自己的位置，我才是总统好吗？好，所以呢，川普现在开始对马斯克心怀芥蒂了。为什么？因为啊，马斯克太常出现了。你知道马斯克呢，现在已经变地下总统，变成好像快变真的，因为马斯克已经住到了川普附近去了。川普呢住在海湖庄园，那最近呢不断在海湖庄园接见东接见西，在这里办各式各样的我怎么样安排我的人事，我怎么样交接，未来我的国政施政怎么做，我在这里运筹帷幄。那现在马斯克呢，他就直接住进了海湖庄园，在这里租了一个房子住，据说呢这里一天要2000美金，很贵，但不重要，他有的是钱。好，那他住在这里，你知道距离川普有多近吗？大概就几百公尺，散步就会到的距离。所以呢，现在这个马斯克啊是突然间就出现，这个川普呢正在讲我们这个中东情势如何如何，然后呢马斯克突然间就出现了，然后拿一杯咖啡说，我也来听听看中东怎么样了。然后呢这个看到这川普又开始说，未来我这样如何安排人事，我这个应该要怎么样做啊，这个未来利率如何啊，让马斯克又从这个地方飘进来拿一瓶可乐，就说什么利率，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到处都有他，到处都出现。川普呢中午吃一个汉堡呢，马斯克也默默飘进来，坐下来呢，汉堡拿起来，薯条吃2根，然后就到处出现哦。所以呢，感觉马斯克无所不在，乱入川普的各种会议。据说啊，川普有一点不耐烦了，私下抱怨说，马斯克也太黏人了吧，怎么哪里都有他呀？所以你就发现了，这个马斯克好像有一点让这个川普觉得你是怎么样，到底谁是总统？好，再加上呢最近的马斯克啊，可能你知道人也飘起来了，所以呢大放厥词。你就看到他在各种的包括他自己的 X 这个平台当中嘛，然后呢包括他还写了一个这个专文，然后跑到人家欧洲的这个媒体上头去发表了他对政治很有意见啊。你看我都有本事，美国总统我扶起来的耶，那你们这些欧洲小国家鼻屎一般的，你很强吗？你有美国强吗？我不能对你们的内政讲讲我的意见吗？当然可以，我谁啊？我马斯克 OK。 好，所以你就看到他还写了一大堆这个文章，然后你就开始这个讲这个批评你这个德国的这个执政党啦，你逊啦，你会不会啊？然后英国的执政党啦，你们很糟糕啦，什么毒品问题很难解决啦，连小朋友性侵案你都搞不定，你弱毙了。然后呢，他甚至直接撒钱，我觉得马斯克什么没有，你知道这人撒钱多哦，不，他人也不傻，然后钱又很多，所以你看到他呢，怎么样，就开始直接给钱啦，他就赞助了英国的反对党，我就好了，给你点钱了，随便给一点，给多少？1亿美金他的随便是这么多所以呢，那这个英国的执政党那就觉得你是怎么样？你怎么给这个反对党这么多钱呢？然后呢，他又赞助了这个德国，声援了德国一个反对党，然后呢，这些党不得了，不仅仅是反对党，他是极右派政党。大家也知道这个马斯克这个人，他就是非常自由主义的，所以呢，他当然他的政治倾向比较偏右嘛，就觉得自由啊，然后
这个觉得传统的一些政治啊，都是一些废渣，对不对？你们传统政治就是毫无效率，所以像现在他要在美国做一个这个政治的效率部，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我连美国我都可以搞定了，你们这些国家算什么？他就到处批评人家，那批评人家的执政党，然后去赞助人家的极右的一些这个政党，所以呢，这个现在很多的欧洲的各国对他真的看了就不顺眼。马克宏就说了，你怎么会管人家内政呢？然后你看到了这个挪威啊、西班牙呀，这个各种国家的一个这个政治领袖都站出来说，你不应该干涉我内政吧？于是乎呢，像他对于这个马斯克就开始非常心有忌惮了哦，尤其呢。这不是普通人，他马斯克，而且呢，他手中呢还有一个社群媒体，就是 X 媒体哦。所以呢，现在大家就觉得，哇，他这个伸出手来干涉欧洲内政，到最后会不会翻云覆雨、搅乱一池春水就不知道了哦。毕竟有很多的欧洲呢，他们即将要大选了。好，那我们就来举个例。马斯克到底干嘛搞这些？他真的那么热爱政治吗？他会以后出来选总统吗？还是他要选宇宙总统呢？他不是他把他触角伸到火星去吗？外星人可能要叫他总统，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这么说，他其实呢，他骨子里还是商人，他为了他的利益。那你说利益呢？当然正经，我搞定政治，我打通人脉，当然我就好赚钱。我们来看哦，这个过去呢，曾经有一个人哦，现在可以说马斯克应该在继承，或者是看到他在做的事情很有商机。那个人叫班农，班农呢被抓进去关了，好不容易最近放出来，他干嘛了？他是以前呢川普他的一个首席战略顾问。当年2016年那个时候，川普第一次当总统，也是班农在背后推了他一把，然后把他推进了白宫里。但是呢，他后来呢就被这个川普给这个废掉了哈。当然你知道这些都很有想法的人哈，这到最后都不欢而散的啦哈。那这个班农呢，他当初有个大梦。他就觉得我要打造一个跨大西洋、欧洲、美国连成一气的一个欧美极右派的一个大联盟，然后他觉得我们这个大联盟大有可为，我们大家是个团结一心，我们所有极右派手牵手心连心，我们一定可以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赚更多的钱。好，那这个班农呢？当初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他就到处到欧洲游走游说，然后把这个各个极右派的一个联盟这个牵在一起。但问题是啊，他后来不就被这个川普给这个拉下来了嘛？然后你看最近又进牢里去了嘛？那个时候他的极右派大联盟是没有成型的，虽然大家有那样的想法，但没有正式成型。但现在马斯克在做的事跟当年班农在做的事是一样的，但马斯克不一样，因为他有钱。而且呢，他有社群媒体，再加上他是马斯克，他直接就撒钱。所以呢，现在大家已经在看了这个所谓的班农想要打造的欧美极右派的大联盟，很可能在马斯克的一个这个砸钱，在他的号召底下，很可能会成型的。那这一成型不得了，他一旦掌握了政治上的话语权，他的商业版图可能就更不得了了哦。你知道政治大家常讲还是为经济服务的，对吧？政策怎么做呢？还是为了发展经济的吧？所以呢，现在的马斯克，我们可以等着瞧，他要一统这样的一个话语权，他要在政治上非常有影响力之后，他到底想做什么？他想赚什么钱？我们可以等着瞧，但是他现在呢，感觉很有成效。即便大家都骂他说你为什么要干涉内政？你就当一个这个有钱的人，你就当全世界首富就好。你为什么要这个把手伸进政治来？当然有他的目的在嘛。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个当年呢。这个也很希望可以赚大钱，但是在政治上没有站对边的一个人，他最近在干嘛？就是佐克伯，这个 Meta 的佐克伯啊，当年呢，我们看到这个被这个川普气到说要把他抓起来关，然后这个佐克伯当年呢，不是这个。在竞选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川普每天大放厥词，讲很多谎话啊，所以呢，他也在他的这个 Meta 当年的脸书当中有一个事实查核机制，有吗？然后呢，这个川普讲很多话都被 ban 掉啦，就说你这个讲的不是事实啊，等等，把这川普气疯了。好了，现在川普班师回朝，佐克伯紧张了。吓得手在发抖了，所以呢，这个佐克伯赶快做一件事哦，他就把他的 Meta， 他说我们要恢复言论自由。
讲的一副好像当年他都是因为被这个民主党政府逼的，所以呢他才这个感觉我这个有一个事实查核机制，然后所以呢他说我是自己被迫的，所以我现在要恢复言论自由，他马上拿掉了他这个所谓的事实查核机制，什么意思？以后就是川普欢迎你再到这个脸书当中，你再开启一个账号，然后随便你爱讲什么讲什么哈，感觉是这样，赶快输成，但是有没有用不晓得。但是呢，当年佐克伯啊，可能就站错队，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看到他本来想要做一个这个支付系统，他的这个脸书他想做一个支付系统，有一个 Meta 的稳定币，结果也做不起来哦。所以呢，你看这个例子，你就很好的能够诠释了马斯克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么多事。他在想要推动一些他的事业版图的扩张之前，他要先把政治这一块搞定才行。那他要做什么？很像当年佐克伯想做的事。我们看到了最近啊，这个马斯克他的一个这个 X， 他的之前的 Twitter 他不是买了改名 X 吗？ X 呢在2025年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他说我要做一个支付系统。他说 X 呢以后不会是一个社群媒体而已，它要变成一个 Super App， 在你的生活当中每天都离不开 X。其实 X 人家常很像骂脏话，我们 X 好，但以后到处都是 X， 都是 B。 好，那就像现在马斯克到处出现在川普的生活当中一样，以后这个 X 会不断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好，那它这个 X 呢，它就要出现在支付系统，它要做支付，然后呢它要做这个 AI， 然后呢它也会是一个社群平台，然后它还要做各种智慧 AI 相关的衍生的一些应用哦。所以呢你看到刚刚我们讲那么多马斯克在做的事，管东管西，出现在川普旁边，其实都最终他想要做他的 Super App 正在铺路当中。好了，那他铺路呢，他也要先这个好好的把他这个政治关系打通嘛。所以他现在不是进入了这个未来的白宫，他有一个这个部长身份吗？这个政府效率部门啊，他就先好好做。然后好好做呢，他说有人讲说那你这个川普来了，马斯克来了以后，这个虚拟货币是会飙到哪里去呢？他说先不要这么说，先别说我什么炒作加密货币，没有这回事。他说啊他来了，政府效率部门好好的实施之后，通膨压下来，这些虚拟货币不一定会往上飙哦。他说虚拟货币呢纯粹就是在于它的供需，它的稀有性，所以它才很棒。所以呢跟什么通膨没有关系，大家不要误会了哟，不要说我又在炒作什么加密货币，没的事哦。但说是这样说，他最近又搞了一件事，他最近呢干嘛呢？他把他的一个这个 X 的一个这个名字啊，本来伊隆马斯克嘛，他改成了一个脸头像，他改了一个佩佩蛙。那改了这个佩佩蛙之外呢，其实有一个佩佩币，然后马上那个佩佩币就飙涨了300倍。然后呢改了300倍之后呢，他又把它改回来，然后改回来了之后呢这个又咚咚咚又跌回了60%哦。所以你就说你看有没有在炒作币？你有嘛，但他嘴巴上不能说，所以呢他就说我没有在炒作币，他可能是试水温。之后呢他自己的 X 呢也要推这样的支付平台，要挑战这个 PayPal 的一个支付系统，很可能现在都在试试看我到底有没有那么大能耐。改个名字涨300倍，真不错，他的确有那个能耐。好，不过呢讲回来，我们刚刚一开始告诉大家的就是呢，到底接下来这对兄弟他们的感情如何啊？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美元的一个这个升贬嘛？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最近的这个央行的动作了各国央行，你看联准会呢可以预期的是2025年它降息的一个 tempo 可能会慢一点。那这个欧洲央行呢倒是降息降的tempo 非常稳定哦，他们预期呢大约在6月之前就可以降到 2% 左右的利率。那在2025年可能升息的地方就2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巴西。那日本呢很希望年底可以升息升到 1% 左右现在是这个 0.25 嘛那这个他们说希望可以到这个恢复正常利率，但是还是要看看川普他接下来会端出什么样的关税政策会不会影响到通膨再起。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刚刚告诉大家的这个政治是为经济服务我们在看到这个马斯克对很多政治指手画脚，背后有他的自己想要赚钱的因素在里面。那当然呢这些大人物在这个地方讲东讲西，影响人家的政局，最终呢还是要回到底这些
政治政策会怎么影响到经济政策、利率政策，才会牵动到我们的投资布局哦。所以当然呢，我们就当看戏一样继续看下去咯。那这个戏怎么样解读呢？我们就会持续在这里帮大家更新视频啊，希望大家来听听我的想法咯。好，那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